爹什么时候回来？爹，昭宁撑不住了。这一家3口罪名是假的，原主把命丢在了这条路上，我不会。从今天起，我替他活。都他妈趴下！想死是不是？汪北，被封。你一个罪女，也敢指挥老子？沙暴来了！喂，你出来！舒乐屯田所到了。沈征家的3个最差的地，北边那块盐碱滩。大人，按屯田章程。章程是给有品习的人看的，你们现在什么品习都没有。这块地不是最差的。洗盐压碱，种木须做绿肥，这地能种。30年都种不出东西，你说能种？让他说。但首先要找到水。找水？这里30年都没打出一口井，你上哪儿找水？30年打不出一口井的地方，他说有水，你们信？上一个说能找到水的人，骨头还在沙子里埋着。姐，别逞强，这里不是长安。帮我拿一下。建兴3年，前朝屯田戍卒第12戍井。这下面有水。下面是空的。戍井、暗渠、戍水池，这下面有一条废弃的古暗渠，上游的部落截了地条水，截不了暗渠里的水，只要挖通不井。挖！罪臣家眷想水想疯了，挖吧，挖不出水，我看他怎么收场。地下真的有水！再来！出水了！捞到水了，找到水了！庆祝！这口井归屯田所公有，按屯田章程，凡在屯田所业内的水源归屯田所统一调配。按屯田章程，屯田章程第10条，流放戍边者，自行砍荒地3年免种，自行开凿水源10年不纳。这口井是我们自己挖的，3年的税不用交，10年的水不用纳。章程是给所有人看的。他会看章程？王德贵自己说的，章程是给有皮的人看的。按人头分，1劳力1亩，妇女和老人都算半劳力。地要给，谁种谁有，不种的连饭都没得分。我能种，能。你的地种什么自己定。女人凭什么分一样的地？
谁中谁有，不中的不是女人也没得分。办妥了，走。老子去找刘麻子算账。不用。北边那垄地，别种高粱，种木穗。木穗，那东西又不值钱。值钱的新作物要种在碱地里才长得好。偷盗屯田物资，按章程杖20。但现在我不按章程办，我跟你做个交易，谁让你来回去的？你说出来，捕兽夹我给你解开。不说，杖20，外加你偷种子的罪，到都佐府够判1年苦役。放了他。就这么放了？他回去找王德贵，王德贵会来的。我要的不是刘麻子，是王德贵亲自来要人。你的人动了我的人，沈昭宁，你越界了。你的人半夜摸进我的垦区，这笔账你得还。铁锹10把，铁镐5把，铁犁头3副，3天之内送到垦区。你凭什么？逾期不办者，以渎职论处。给他。你什么时候学会看章程的？刃口角度，看一下。知道了，老子改。井出水了，你的药草就能种。这批铁器的钢口不对，太软了，不是屯田所标配的铁料。王德贵私卖工具，把配发的工具高价卖给民间铁匠铺，再用劣质铁料顶替，中间的差价全进他自己口袋了。先记着，不急。证据确凿，为何不动手？像江南的稻子。按屯田所规矩，今年收成上交70%。章程第11条，流放者自垦田，收成上交30%，70%是官田的税率，我们种的不是官田。行，30%就30%。不是偶然，是故意赌的。我知道。那怎么办？不等补季。这种葡萄能酿酒。这种葡萄在秋卒能换1匹绸，比秋泽种出来的甜。1筐野葡萄换2把铁刀，契约你自己看。这一行你说的是换葡萄，写的是换地。古卢文的地和货，你的文书把地写成了货。有意思，你是第一个能看懂嘎卢文的大庸女子。野葡萄换铁制农具，1筐换2件，另加1匹粗布，质地还算扎实。下次我带红酒来换，秋族的红酒比你们的葡萄好。他说他的酒比我们的好。老子不服！苦中子有毒，羊都不吃。苦，
不是同一种苦。沙蒿的汁液苦，但能杀虫。太医院治人身上的虫用的是同一种东西，剂量不同，人不能吃，但虫子闻到了就会跑。多少够用？1亩地需要20斤沙蒿，熬成药水灌井里退出来，然后死在土里。明天天亮之前采集。这种药草在盐碱地能种。监军赵大人奉命巡查西域屯务，3天后到疏勒，各屯田所准备接查。5年前，你父亲的案卷里没盘详，有赵监军的签名。监军大人，谁种的？沈征的女儿，罪臣家眷私自开荒，谁给你的权利？章程第3条，流放戍边者，于指定屯田区域之外自行开垦黄地者，由屯田所典吏申报都护府备案，即为合法。备案文书3天前已经送到都护府。章程背得挺熟。章程是给人看的，看多了就熟了。沈家的人在西域也活不长。赵大人，还有一件事儿，那口井，他打的那口井用水的事儿，章程写的是。赵建贵是你父亲案卷里第一个签名的人。根还在，会再长。试试，老子打了3天。刃口角度不对。你说什么？刃口太薄，入土会快，但碰到砾石会崩口。这片地下面有旧河道的砾石层，你的锄头入土3寸就会撞到石头。老子给大庸军期间打了30年铁，沈将军的刀也是老子打的。你说老子的锄头角度不对？你用自己的锄头翻3垄地，再用我的试3垄。30年白打了。笑什么？老子30年是给军旗舰打的，又不是给戈壁滩打的。那个角度，你从哪儿学的？土告诉我的。土告诉我的。土告诉我的。证据在长安，不在西域。那就让长安不得不来西域。看到没有？他说能中，就是能中。你们谁当初说中不出来的？站出来！像江南的稻子。这一茬够吃2个月零10天，如果下一茬不下种，光吃存粮够顶到开春。都邑府最新公文，
流放者自垦田，今年起上交比例从30%调到50%。这条是去年发的，按章程附到，新税率从发布后第2年起执行，今年还是第1年。大人想收5%，明年可以，今年按章程。姐，我去把上游的闸开了。不用，不等的水。治国酒，拿这批果子换取物资。这野果还能做酒？完全可行。戈壁出产的野果，含糖量用超中原品种酿出的酒水尽足醇厚。若是缺人手，招募劳工的事交给我。山野果藤，北坡共计300余丛，适宜酿酒。这个能行？能，密封好，3个月之后就是酒。我跟你说过，这个女人懂我们的字，还懂酿酒。还没酿好，但发酵的味道是对的。铁刀5把，粗布2匹，香料半斤，换你第1批出窖的葡萄酒10坛。成交。私自和胡人交易，以通敌论处，全部查封。把陆眼秋的兵符收了。陆校尉，一个有兵了的人站在垦区门口叫执勤，一个没兵符的人站在那里叫抗命。我等他。碎了的重做，砸了的重酿。他砸了5罐，我还有5罐藏在北坡地窖里。沙狐！这批铁器的钢口和王德贵私卖的那批军铁是同一批。有人不想让你们做成生意。先不急。听说昨晚马贼来过了，屯田所管不了的事儿，以后还会来。章程第10条，屯田所辖内发生盗抢，逾期不查者，以渎之论处。马贼的事儿不归屯田所管。马贼的刀用的是屯田所的军铁。这匹布能换5把铁刀，你这个伤缝得直，你看到了吗？他们什么都会。这批军铁不是王德固第一次卖，看刀柄的铁锈锈至少把刀3年，够他把屯田所的军铁卖空好几轮了。正常磨损，1年最多损耗2成，8成是卖掉了。3年来所有的入库、报损、配发全部整理出来，每一笔都要对上，对不上的就是证据。我看不清他们的脸颊，是情的真假，神话变成针尖就磨，布太厚就用顶针。你一天能缝几件？3件。手快了能缝4件。1个人缝1天4件，5个人一起缝，1天能缝多少？5个人。1个纺线，1个织，2个缝，1个剪，1天能出20匹，20匹粗布和胡商换2把铁刀，铁刀换成铁犁，铁犁翻更多的地，地多了种的麻就多了，麻多了布就多了，你们的配额就不用愁了。秋瓷的商事下个月开市，我们垦区的葡萄酒出窖了，要在秋瓷找铺面。秋瓷那地方远得很。不远，胡商驼队来回只要10天。他上钩了。
够了，现在还不动手？动！上钩了。陆校尉呢？听说他昨晚不在甜甜所，私自留港，按章程，甜甜所典吏有渎职嫌疑时，任何人都可以直接向都护府举报。2天了，我骑马去看看。不用。可是他要是出事了，会有人来报信。没有报信，说明还在路上。先把地翻了，他回来的时候，地要翻好。拖什么？不是拖，是拖住。他让我们拖住王德贵，他拿到的东西不只是军帖的证据。他要拖，我们就拖。明天去请王德贵来垦区，就说垦区要交下一批补给了，请他亲自来验收。补界在哪儿？在路上。大人，就是这个陆叶秋私自搂2天。王德贵，章程，疏勒屯田所典吏，有人举报你私卖军帖，勾结马贼，贪没屯田物资3年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就是沈昭宁，所成可是实情？是。你到底是谁？王德贵贪墨，本监官早有耳闻，只是证据不足。没想到沈小姐一出手就查得这么清楚。你父亲当年也是这么爱出风头的。你知道他最后怎样了？他知道你也参与了，对吗？这匹布是用贪墨的铁做的织机织出来的。建兴兴17年，革职查办。够烈！水渠到这里可以再分一条支渠，往下雨流的坡度刚好够。武冠，丘族的酒没这个烈，我尝过。听说你们会酿酒，今天看到了，你们不只是会酿酒，你们的布、你们的药、你们的图，每一样都能卖，但我不买你们的货，我要买你们的商路。从疏勒到于津，走古道，我要入古。商路还没修好，古道有一段塌了，需要清理。烽燧还没建，马贼还没清完。商路修好之前，我先订货：葡萄酒10坛，毛纺20匹，草药有多少我要多少。定金40两白银，现银。苏迪娜娜，
这个价，你们没有别的买家，整个求泽商市的葡萄酒都从我手里走，我开什么价就是什么价。你不卖给我，你卖给谁？自即日起，疏勒屯田所辖内一切产出粮食、酒、布匹、药材，须经都护府统一售卖，私自与胡商交易者，以通敌论处，全部查封。酒窖封了，工房封了，商队不准再来。你们种的粮食按都车府定的价，统一收购，不得私卖。你上次问我，我知道你父亲的事儿吗？我知道的比你想的多，但你知道了又能怎样？这里是西域，长安管不了的事，在这里谁也管不了。认罪，按都师府新规矩办，你们还能活下去。碎的再烧，杂的再酿。我需要你帮我找到新的商路，不走秋瓷商市，走别的地方，西边于庭，或者更西边。于庭，我有一批老客户，但去于庭的路比秋瓷远1倍，马贼更多，检查站更多。于庭我帮你去，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，等你酒酿成了，第一批货归我，在秋瓷卖不动没关系，在于庭我说它值多少就值多少。别倒了，再倒我的货也没了。上一个在这里的人，也是建兴3年来的。上一座城被风沙吞了，我们建的不能。此去于田230里，古道有路了。230里，我去牵马。你知道上一座城为什么死了吗？风沙。不是风沙，是没人守。路上没有鞋换，1双够。娘说多带1双，走烂了好换。这条路过路要交水钱。多少钱？不要钱，要水。你们带了水，3成给我们；没带水，回去3成。你们这是明抢！你们的草场再过5年，水就不够养活你们的羊了。我不是来抢你们的水的，我是来多打出水来的。那片绿石地，让我试，打出水来归你们，打不出来，我们绕路。在我指定的地方打出水来，我不但不拦你，还帮你护商路。神女，
可是传说中的生命之源。是，从今往后，这片土地将生生不息。我上次说过，第一批酒归我。5罐酒换等重铁锭，不是铁刀，不是粗布，不是香料，是铁锭。1块铁锭打1把刀，或者打1副梨。这是铁锭，能打梨了。你爹活着的时候总说，沈家的女人只要管好后院就行了，他老婆能管的不只是后院。京城最近还在查旧案，有人托我来西域打听沈家的消息。沈征将军的事儿，京城有人在重新查。谁在查？天坛大祭，明年开春，3品以上官员全部回京，那时候是翻案的唯一窗口。明年开春，还有6个月。230里，古道废了20年，路面被沙埋了大半，沿途的驿站早就塌了。取水点只有残碑上标注的那几个古案区分支，不确定还能不能用。还有沙匪，赵监军的公文毒死了官道，但没有毒死沙匪的消息网。你们上次用空商队骗了马贼的事，杀户的人不会就这么算了。官道被封了，不去于提，肯去永远被封在疏洛。6个月后是翻案的窗口，6个月之内，宁远必须变成让长安不能忽视的地方。商路不通，宁远永远只是一个流放者的垦区。我去备马。我也去。你打得过谁？收拾行李，带上你姐跟你的那把刀。好。你弟弟跟你去，你带好他。古道是吧？20年前的老路，老子倒要看看是沙硬还是老子的镐头硬。职业：前半夜石虎心，后半夜沈沙。后半夜来找你换。别的不用看，看北边沙丘，马贼从来不在南边来，南边是逆风，马闻不到我们的味儿，只有北边。记住了，只看北边。杀匪！你们不该来这里，该来的躲不掉。有人花钱买你们的命，全西域的沙匪都接到了。手在地2寸，刀柄握紧，呼吸。后半夜还有一阵风，风过了沙匪不会来，但你要守到天亮。我知道。上路，天亮之后沙匪不追，他们的马怕太阳晒过的沙体烫蹄子。这水不对。不是沙，是麻。以前流放路上有人喝过这种水，全身麻3天，3天之后自己能好。老子没死在长安冤狱，也不能死在这条破路上。够苦。不走原路了，北边有一条古河道的暗河支流，残碑背面刻的那行字，此去于帖的路线图上有标记暗流的位置。你能走？废话。
老子刚才以为这背着打的最后一样东西是一把崩了口的锄头。西戎巡逻队昨晚过去的，方向和我们一样，往鱼底。你选肉还是走原路？原路，绕路多一天，我们没有多一天的水。但走原路，不能全队一起走，用古驿站废墟做掩护，把队伍分成2段，前段先走，藏在第一个驿站废墟里，后段在岔路口制造假营地，帐篷骨架留在原地，火不灭，让巡逻队以为我们还在扎营。等巡逻队被假营地吸引过去，后段跟上，他们发现帐篷是空的，我们已经过了岔路。我走后段，假营地要有人拖，巡逻队进了才能撤。拖得越久，前段走得越远。我来拖。你带前段，前段修道路怎么走？古道从第2个驿站开始，岔口更多，残碑上的路线只有你能看懂。追不上，他们分不清方向，分了2队，一队往东追夹脚印，一队往前追。往前的翻挂一个沙丘看不人，应该退了。你绕了多少路？多走了3里，在岔路口往东踩了夹脚印，绕了一个沙丘圈子。你父亲当年也是这样指挥的，在疏勒，把一队人分成2段，前段攻，后段拖。西戎人绕了2天才发现上了当。你是沈家的人，我认得那把刀，沈将军的刀，当年是我爹亲手打的。我没死，我在鱼屯当了5年御史将。去鱼屯之前，我在西域都护局当过3年文书。那个人我不能说，说了你们也不会信。那个人，你父亲到死都当他是兄弟。还能走吗？能，我等于都等了5年，不在乎多走这几天路。大庸的流放者，不见！城门快关了，明天去城东的驿站登记，排队。于天王不见客，不是针对你们。他最近1年谁都不见，王后病了，宫里的太医个看不好，从秋子请了3个都名医。于天王把朝政交给大王子，自己天天守着王后。想进城门，得先让于天王觉得见你比不见更有用。太医看不好，于贤王才会见太医以外的人。城门上贴了告示，于殿公主失踪了，被劫到了沙匪老巢。悬赏救回公主者，于殿向谁敞开城门？我们救。怎么救？沙匪老巢在哪儿都不知道。段无绝在于庭待了5年，他知道沙匪不敢在于庭城里销赃，他们的老巢一定在于庭和秋瓷商路之间的无人区。这里叫鬼窟，是一处废弃的要塞，四面沙丘围成一个坑，进去只有一条路。沙湖的人把那里当老巢已经3、4年了。公主被关在要塞的地窖里，沙匪绑人从来不在露天关着，但鬼窟的守卫至少20、30人，我们就这几个，还要救公主。不打，换。
这是鬼窟地窖，一旦进入，九死一生。我要见你们的头。你一个人来我的地盘？我来换人，鱼团公主换我。赵监官的通缉令上要的人是我，不是他。把我交给赵监官，赏银你们拿，放他回鱼团，鱼端王会感激。你留一个有鱼天王欠着人情的杀匪头子，比留一个公主值钱。你不是应该跪着求我吗？我是来给你一个选择的，把我交给赵监军，拿赏银，放了他，以后在垦区的商路上不用交1个钱的过路费。先看货，你替他，你知道我这里怎么对待囚犯吗？你是谁？你疯了！她不是女人，她是我姐。你姐值1份赏金，你不值。把公主放了。这个女人欠我商路上的过路税，死了我找谁要去？尉迟兰家，你叫什么？沈昭宁，沈姨，我记住你了。你救了我女儿，你要什么？我要你的商队不走秋瓷，走古道。你夫人的病，我能治。宫里的太压用了3年没治好，秋子的名医也看过了，你凭什么说你能治？肝郁气滞，不是大病，但拖了太久，气滞伤了脾，脾伤了不吃东西，不吃了就更弱。太医用补药，越补越堵，要用苦药疏，不能用补药补。苦粥子疏肝，杀好理气。第1味已经在疏勒垦区种出来了，第2味也在种，第3味长在余阴本地的山里，叫骆驼刺根，不用从外面运，你去找个余阴本地的采药人，他认识。你用我夫人的命拴住我的商路，不是拴，是通，通了商路，你的药就不会断。商队不走秋岐，走古道，但我有一个条件，让他跟你学。我女儿尉迟兰姬，她在鬼窟的地窖里听到了你说的每一个字。昨天晚上她来找我说她要学怎么在大庸的地盘上不被大庸的官吃掉。我教不了她，鱼盾太小了，大庸太大了，你能教她？你救了她的命，现在教她怎么不用再被人救。于田王室珍藏的古西域商路全图，我爹说这张图放在王宫里也没什么用，商道都断了20年，但你要走古道，这张图就是你的路。你跟沙狐说的话我在帐篷里听到了，你说放了他，以后在岑区一丝商路上不用交1个钱的过路费。我要学这个，怎么用小恩惠换大筹码。走了，我欠于体5年的房租，等商路通了再回来还。这个位置我爹说于提历代王室都知道，永不干茄的井，于提建成之前就有了，没人知道是谁挖的。我爹年轻时候去找过一次，没找到，说大概已经被风沙埋了。天坛大祭快到了，那个名字你想知道了吗？等翻案之后，先把活人的账算清楚。他是都护府的人，你想翻案，迟早要面对他。走。你们走了11天，段无咎帮我画了几笔，标注了取水点和危险路段。建成的石料第1批已经到了，乌孙部送来的，他们说是还水源的债。我爹找了一辈子没找到，你挖出来了。上次有人找到了路，打了井，建了城，城还是死了。这次有人守，守多久？守到长安不得不来。那个名字，韩仲平，西域都护府主官。你父亲叫他二哥。5年前，韩仲平坐在都护府大堂上批了赵崇的公文，公文上写的是沈征谋反，证据确凿。他批了一个字准。他批完那天晚上，一个人喝了1整担长安来酒。韩都虎那天夜里坐在书房里，
对着沈将军送给他的半坛酒喝到天亮。你父亲到死都当他是兄弟，他到死都欠你父亲一个准字。挖沟有什么用？敌人有梯子，沟再深也挡不住。他让挖就挖，别废话。这里到第一面间距8里，风向顺的话，一盏烽火刚好够。但刮北风的时候，烟往南飘，第二面看不到，中间要加一面小的。南边加一面，四面封碎，从垦区到乌孙部，整条古道都在视线里。建烽燧需要石料，疏勒本地没有石矿，最近的采石场在乌孙部草场北边的山里。乌罗部石料，奉令送至。哈哈哈哈哈！来得好，这屯田的沟渠有救了。私建烽燧等同私设军队，赵监版有令，3天之内全部拆除，逾期不拆。韩仲平批的。拆。还拆吗？上风梯，点烽火！西戎怎么知道你在这里建了风石？风蹄才建了一半，西戎就来了，谁给他们通风报信的？你队里有人给西儒送信吧？他就是从来路不明的地方冒出来的。于田5年，没人见过，凭什么你们一去就找到他了？凭什么他手里有督府的旧文钟？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是什么人，和你无关。西戎怎么来的，和你有关。封奏，暂时不拆，等西戎退了再说。他们不是退，绕路了。他们没有往北回老巢，往西绕。西边是羌人部落的水源地，羌人部落的兵力不够，天亮之前他们的骑兵能到。不用正面打。羌人部落水源地下面有古坎儿井的暗渠分支，和我们的暗渠是同一个系统。利用暗渠，从地下绕到西戎后方。我去点兵。从今天起，我的部落和你的屯田所共用一个水源。水源不是用来分的，是用来守的。
5年前，我在长安朝堂上，一个人，满朝文武，没有人看我。我说沈征不会谋反，他们笑了。不是因为我说的不对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听一个七品校尉替一个已经定了罪的将军说话。我那时候以为话说的够大声就会有人听，后来才知道朝堂上的人不是用耳朵听，是用官位听。你没有官位，你的声音再大也只是噪音。5年后在西域，有人看。20年前，疏勒之战，赵崇率左翼临阵后撤，沈征率中军逆势突击，救出被围的右翼。战报上写的是左翼按预定部署转移，按预定部署，不是临阵脱逃，是按不删部署转移，是沈征替他改了战报。赵崇回去之后自行处分，沈征替他拦下了。沈征说：“年轻人谁没怕过？”20年后，这个从怕过的怕的年轻人，竟亲手构陷了替他拦不分的人。都督府派我来巡途伍，我叫宋濂，严查私建风岁，严查私与胡商交易，严查私自开荒。我需要留3天，按规程巡查不得少于3日。跟我来。我会给朝廷写一份不一样的报告，不是不一样，是实话。朝廷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样子，都护府的报告从来不写实话，赵相不会放过你。但如果你能撑到明年开春，也许有转机。韩都护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一个每天早上都要喝一碗长安看来的茶的人。长安运来的茶，那是韩仲平不愿意戒掉的权力羁绊。宋濂19岁进士，在都护府当了15年文书，没有升过官。这里从今天起叫宁远，不是屯田所，是城。按屯田章程，这份建成章程需要报都护府备案。按惯例，都护府1个月之内不给驳回，就算默认通过。赵监军上次的公文最下面的附诏写的是，任何新设屯田机构的备案，只要30天内没驳回，自动生效。写得很好，留着，提醒我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的。周爷爷，这株是什么？还没名字，在鱼屯山里找到的，太医院的本草草纲目上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它能治什么？不知道，所以要种出来试试。朝廷有令，西域不得私建诚意，违者以谋逆论处。这不是杜叔府的令，是长安的赵崇听发的。长安说，私建诚意，以谋逆论处。建成章程附纂，都护府30天之内不给驳回，自动生效。今天，第1天。29天后，不管长安同不同意，宁远在法律上就是一座城。我们要做的是在这30天让朝廷照一件事，拆了宁远比留着它代价更大。老子砌的城墙，老1天也是赚的。我分的地刚收了第1茬，谁要来收回去，先问我的剪刀。账本要送到长安，不是送户部，送天坛大计。明年开春，3品以上官员全部回京，让他们看到拆了这座城，
朝廷每年少收30万两银子。账本走官道会被赵重劫，要走商路，商路上的人不看公文，只看货，只看人。我去，我是速腾商人，长安城门口不会来一个速腾商人，跑腿费算3倍。到了长安，我请省沈将军喝一壶长安最好的酒。韩仲平，明年开春，他会在长安。天坛大计，天下都护署主官必须回京述职。你父亲叫了他10届年2哥，他欠你父亲一个准字，欠了5年。天坛大计是唯一的机会，在皇帝面前让他没法抵赖。30天守城，然后等开春，然后去长安。我跟你去。名单上还有一个名字被墨涂着，到了长安，我要亲手把它擦掉。长安的人不知道这里有什么，他们很快就会知道了。我爸说过，西域这片地，长安管不了，西戎打不下来，他属于在绝境里愿意多挖3尺土的人。主事者沈昭宁一蒙之女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，让他来。